嗨，大家好，我是孟哥，欢迎又来到带你看好车的单元啊。今天买回来这台车是 CB350，这台车非常新，2023年3月出厂，6月领牌，重点是只骑了500公里。虽然只骑了500公里，但是因为毕竟出厂到现在也1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待会还是要把它机油换掉。那我们待会要去 SS 重机把机油换掉之前，我会快速跟大家讲解说这台前车主大概换了哪些东西。另外这台车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点，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它很没力。那我这几天实测下来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大家认为的没力到底是出在什么问题，以及它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到6千转会断油嘛，那断油又会对这台车的动力带来多大的影响？还有它的马力也很小，它马力只有21匹，这种车它的没力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在哪里？待会我都会上路实测给大家看，那再看大家能不能接受。那现在荧幕上呢，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的一些详细规格数据，有兴趣解读一下，待会就不特别琢磨讲这些数据了。那我们先来看前车主大概换了什么东西吧。第一个呢，他换了我觉得很棒的一个避震器。这个避震器虽然不是很贵的，但是我这几天实测下来，它不会软脚，过坑洞呢都非常迅速，然后车子的整个弹跳感呢也不会很明显，就是蛮顺的啦。我觉得避震器 CP 值很高。再来是它有装一个后货架，要长途旅行的朋友一定要装这个后货架，因为你要装那个后铝箱嘛，然后用这个固定住。那你们要载另一半出去呢，也会很舒服，另外一半坐在后面也可以有个腰靠，那也会比较安全啦。再来，它要改那个手把增高座。虽然这个大概只多2-3公分的距离，骑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就是它比较不会那么趴。虽然这台车本身就没有很趴，但是有加这个增高座，我觉得是有加分啦。再来是它有加装前后行车记录器，回去啊又是直接让你省一大笔钱。还有这个小风镜，这个小风镜呢，有画龙点睛的那种感觉，看起来又会增加一点复古的元素。好，再来它有装雾灯，这雾灯很赞哦，是双色的，白光跟黄光。因为这台车本身它是 LED 灯，遇下雨的时候，白色的灯光它就会被那个雨水给吃掉，穿透力就没那么好。有这个雾灯的辅助啊，下雨天的时候开个黄光，那就会清楚很多，多增加一点安全性。然后它还有加装毛毛重垫，这个毛毛重垫也很重要哦，它会让你前叉寿命再延长很久很久。碰到沙子或者石头打到的时候，它很容易就漏油。这是我在大海狼身上学到的经验跟教训，装这个是很好的防护的效果。这台车外观几乎也没什么好挑剔的啦，非常新。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用那个蜡跟电路膏去推一下，那让它的外表又更漂亮一点。待会我会把这个端子镜换掉，因为我觉得这台车还是要符合那个更有复古那个味道呢，还是要换上端子镜会比较对味一点点。这个 CB350，我觉得整台车一个很漂亮的灵魂的地方就是这里，它是气冷的，所以它的这个散热鳍片的这个气缸这边呢，做得好漂亮哦。而且这台车车格很大一台，看起来根本就不像350cc 的车。待会你们看一下我的比例就知道，我身高大概178，加鞋子号称180，然后坐上去呢，根本不像黄牌那种挡车的感觉，根本就像红牌650cc极具以上那种车格啊。再来，它仪表板是复古车非常经典的圆形单颗的仪表板，那旁边就是一些资讯栏的显示的地方，像这个 TCS 的那个灯号，还有 ABS。还有那个侧柱 T 侧柱的时候有一个显示灯号，表示你侧柱还没收起来。那待会这个时速过10公里的时候，这些灯号都会熄掉。以这台车的单价来讲，它居然有 TCS 循迹防滑系统，还有滑动式离合器，还有这个配备骑起来会比较舒服，也比较安全。以这个价格来说，这个 CP 值真的很高。虽然它的马力只有21匹，扭力最大只有3公斤，但我觉得以这样的配备诚意呢，非常够了。那我们现在直接上路实测看看它的动力到底大家能不能接受，以及它的操控性。然后实测完，我们再去换机油，出发。我们一样来外面那条200公尺的那条马路来测试一下。我们现在测试就是用大家平常日常最常会用到的模式来去做测试。譬如说一档之后，大家马上就换2档嘛。2档大家就是会想要稍微吹点油的那个档位到3档之间。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2档它到多少时速会断油。那因为它没有转速表嘛，所以只能用时速来判断。好，那直接出发喽。换2档，现在60了。哦，哇，快接近80才断油。以这个时速来讲啊，这个力道我觉得坦白讲很够用了。虽然它加速的那个加速感啊没有那么猛爆，但是对一般我们日常来用也算非常够用了。以这台车181公斤的车重来讲，跟一般如果说150cc 的机车那种加速度啊，当然绝对会比它还要猛很多。那你说这个力道够不够用呢？我觉得蛮够的。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如果说我2档到3档，3档以这个距离来讲，它时速大概可以跑到多少？当然我们尽量不要超速，不要违规啦。
好，那我把它换到3档看看。好，换3档。哦，好，各位，那个已经到尽头了，不能再吹了，还没断油。如果你是新手，要骑这个车，我觉得很够用了。所以我整体来讲，我觉得它的加速度对大家认为说它没力，到6000转速就断油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没力是不成立的。它的力道对我来讲是够用，我相信对大部分人来讲应该也都够用。那现在我们换去山路测试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真的比较人家讲的没力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换挡时机。它的1档啊，你在换2档的时候，如果你1档没有一点速度，马上换2档，它真的会有点没力。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小小的上坡，像你看我现在1档马上换2档，当然它就比较重拖一点。但如果我现在我的1档是稍微吹一下再换，它整个力道就上来了，整个衔接就会很顺。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的换挡时机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它的2档很好玩，它2档那个延伸性比较大，就是你骑到60，可能是20到60之间，它的2档都很好骑。那如果像我的大海狼，可能快到50，它就要换3档才会比较有力。那我觉得这台车也应该是齿比的关系，才会有这个操作逻辑啊。因为毕竟它是5档嘛，5个档位的话，它1、2、3档设定的扭力会比较大一点。大家讲的没力呢，就是你的换挡时机要对，它就比较不会那么没力了。像你看，我现在1档吹一下到30再换挡，还很够力啦。那现在2档时速下坡是60，它的引擎刹车的那种制动感都刚刚好，也不会说牵扯太大，然后也不会说就是会很滑，都刚刚好。只要你控制好这个换挡之间的时机，这台车其实是非常正、非常好骑一台车。现在时速40嘛，2档，看到我现在吹到70了，换3档。这个感觉就跟我骑我的大海狼这个力道啊，顺吹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它比较不能像一般挡车说，我一吹马上就换挡，然后整个扭力就一直拉上去。这台车比较没办法做到动力随时涌现的那个状况，它就是要一点的速度再换，好，这样整个速度就出来了。呵呵。而且我觉得它2档声音真的很好听。再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台车声浪。这台车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单缸车，我觉得声音最好听的一台车。哇，这个声音是不是很疗愈？尤其我个人非常喜欢它2档跟3档的时候的声音，特别是爬坡的时候要出一点力的时候，那个低沉的啵啵声，哇，超好听的。尤其是在2档的时候，那个声音我最喜欢。1档我觉得反而还好，4、5档就没有那么低沉的声音。那这台车如果你实际上跟它相处过2、3天以上，然后每天大概骑个1、2个小时，你会发现它更多的优点。有时候很难3言2语道尽啊，你要实际拥有，你才可以感受得到。那目前市面上这台车的性价比，我觉得应该是 CP 之王。补充说明一下，各位可以看到它那个打档啊，有分前后，这个就是踩1勾4嘛，因为它5档。但如果你今天不想把那个前面用脏，就可以往后踩，就变2档、3档。好，然后再踩回就变3、2、1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功能设计啊，蛮实用的，很赞。那我们下一站就来去 SS 重机，来去找那个小赖老板换机油跟换端子镜，顺便请老板帮我们检查看看这台车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保养跟整理的地方。OK，SS 重机宁静的工作室到了。哎，小赖要麻烦你了。哎，不会。那个上次拍完那一集啊，有观众说你长得像明星啊，说很帅呢。哦，谢谢。而且小赖7回啊，有小孩了。对，2个女儿了。哇，2个女儿。你在电话中跟我说，我这台车虽然只骑了500公里，但是你还是建议我把机油换掉，为什么？因为你跟我说这台车它是2023年出厂的，对，那到现在才骑500公里，对，1年多，对，因为现在已经1年多了，对啊， 1年4个月，差不多，对，所以才500公里，但是时间拖得太长，哦，那有可能机油已经劣化，对，或者是因为就是少骑，那机油呢会因为受潮造成乳化的状况。所以建议都还是车子牵回来，我们还是先把机油先换掉。所以机油乳化它会造成什么影响？
机油的乳化劣化，当然就会影响它的润滑程度啊。那引擎的运作上面，当然就比较容易磨损受损。然后可能也比较不会那么省油啊之类的。对，也是加减的。对，这都是有相关影响。好，了解。那你这台车 CB350建议换多少系数？一般应该是10、40。对，10、40就可以了。好，那就麻烦你了，帮我们直接换最好的机油。你这边最好的是什么品牌的？对，没有问题。我这边都是用福斯赛克龙。福斯赛克龙哦，好像很多厂家都用这个。对，因为它 CP 值量高，很好用。麻烦你了，那直接换油。好。那这个油这样算脏吗？不算脏，对，因为时间隔太久了。对，当然以透射程度还算蛮干净的。那标准来说，是不是换2次机油才换1次滤芯？对，那因为这一次是因为它里程很低，引擎在前期的磨损会比较多，粉尘、铁屑也会比较多，所以会建议这一次连机油滤芯一起做更换。了解。各位，我刚刚很白痴，那个刚排气管热，我看它有那个很脏，我结果拿干抹布一碰，它马上掉了，人家要刷到吐血。哦，对比一下，右边是新的，左边是旧的。对，那当然新的目前它也没有到很脏哦，但是过滤的东西会在外部、内部都会有可能粘附哦，所以还是把它换掉。OK。这个是去油脂吗？对，油脂除干净，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好处，也就是方便我们后续的维修上啊，就是可以去观察，如果当这台车下次回来换机油的时候，如果整个底盘或者是其他部位有发现有油渍，那就有可能是不是引擎哪里有在渗油或漏油的状况。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我们每次换油都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渍，照理说不应该下次回来保养还有油渍。那如果你都没有清，有油渍没有清没有洗，那它永远总是油腻腻的，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漏油还是因为换油的时候留下来的油脂啊。我帮你换的就是这支机油，这是德国福斯赛克龙，那这一支的名字叫 Pro4 XP。它这个是比较近期在用的吗？这一支已经是酯类全合成机油。那建议跑多少要换1次机油？我们通常还是抓以每3000公里更换1次。那我会选择这一支赛克龙，也是因为它的性能表现也都非常不错，那它的耐用程度也非常好。这支没有业配哦，这是真的不错的东西。那个上次去地城也是推荐这一支。我刚刚太大意了，哇！所以各位啊，这个排气管热的时候呢，千万任何布类东西千万不要过去啊，要不然它的纤维马上就掉了啊。小戴辛苦你了。各位，这个因为纤维已经碳化，它变成说很难推，所以用刀片的稍微慢慢刮，但也不一定会刮伤排气管。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刮伤的迹象，但是这个要有点技术哦。对，轻一点，要轻一点，要很有耐心，要加钱，要加钱的。轻一点，然后慢慢刮。啊，这一次呢，以后我都会特别小心。排气管很热的时候，布不会再过去。对，当然不会过去。啊，实在是这种刷型啊。那稍微有点雾雾的时候，你再用电镀膏再把它再推一下，对，再稍微推一推就可以。好，感谢小戴。我们换这个机油啊，像我们有车子有中柱的，有中柱一般大家都会自己换。对，那毕竟有这个东西，你觉得它会不会有什么，比如说仿冒的问题？当然会啊，因为好用的油，就越容易被仿冒，因为它热卖，它好用。那怎么分辨呢？那我这边用的所有油都是我们台湾总代理的公司货哦。那公司货当然第一个判断的点就是我们都有雷射标签，再来在这个背贴的部分哦，旁边截角撕起来哦，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台湾福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代理的公司货。那这个呢，在水货里面是不会有的哦，因为这个是我们台湾原厂的背贴。那水货的话，你撕开可能都是一堆英文字。哎呦，各位有学到了吗？这个很好辨识公司货跟水货的差异哦。机油换好之后，我们换来装端子镜。上次在那个大海狼那台啊，相信有看到那一集的朋友也知道我有换这组端子镜。这组端子镜我觉得它本身好看以外，然后也很实用，重点是 CP 值很高，所以一样用同一组端子镜来帮这台车稍微改头换面一下。我个人觉得啊，因为这很主观呐，有些人觉得原厂后照镜就很好看，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挡车呢，就是要换上端子镜才对味啊。
那上次有些观众问我说，这个端子镜要哪边购买？好，我直接把那个链接呢放在下方资讯栏，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去购买啊。因为这个 CB350它原厂里面已经有内牙了，它已经有 M6 螺丝内牙，那附的这个有点太长。那我帮你换短一点。感谢。对，这个螺丝有时候不一定是刚好会合车，对不对？对，因为它这附的都是通用型的。各位，所以如果你买那个端子镜回来啊，建议还是找专业店家，找小赖来安装，会比较安心一点。你就不用在那边自己找螺丝了。顺便来跟小赖聊天一下，对不对？对。那如果有女性客户来的话，你老婆应该不会介意吧？当然不会，因为我的观众还好啦，我大概只有后台显示大概5%是女性观众，可能偶尔会有几个女性观众是起重机的啦。我相信只要是基隆的女性观众呢，应该都会很乐意来找小赖。是，我也有很多女性客户。不打自招。装端子镜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哦，当然你端子镜装完之后，要注意这个离合器的拉杆会不会去顶到你的端子镜哦，因为我遇过非常多的车种或者是改装拉杆，有些你在端子镜安装完之后，拉杆会顶到端子镜，会顶到这个部分。那会造成离合器没有在完全拉开的状态，等于是在半离合状态之下。那以 CB350这台车的车款来说是不会因为它的拉杆拉到底呢，刚好跟握套是切齐的，所以不会影响到端子镜。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好，这个旧的后照镜拆下来之后会有那个孔洞嘛，所以要封起来，里面比较不会生锈。那一样，我去同一个卖家这边买了2颗钛螺丝装起来。哇，各位你们看，帅吧？整台车感觉就不一样啊。因为我骑摩托车，我不喜欢前面有东西遮到的感觉。你对这台车，你觉得它的性价比也好，或是它的整体的表现啊，有什么评价吗？基本上，当然它的售价就已经相当的便宜了。这一台大概15万多的车子 ，TCS、ABS 那包括华梨这台车也都有 ，CP 值非常高的。以现在的国产动辄都是10来万的车，那这台进口车其实也才15万多，那其实非常划算。所以应该蛮推荐新手买这台车，应该是很好入手的一台车。对。然后维修也不贵嘛。维修也不贵。对，那它的座高其实也不会到太高，保养也非常的简单。OK， 那今天一样感谢小赖帮我们打理这台车。那这台车其实很简单，就换个机油，大概整台车回去可以直接环岛没问题的。因为车很新的，只有500公里而已，外观也没什么好嫌的。那一车一况，这台车只有一台。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想买这台车，我也不确定你看到影片的时候卖掉了没。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那个下方的资讯栏，里面有官方赖，可以私讯我。官方赖里面有目前一些在库车辆的一些资讯。那最后小赖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我就帮你轮胎的气检查巡一下 ，OK， 对，然后就可以直接去环岛啦。有听到吗？直接环岛啦，等你哦。好，那下一期再见，大哥，拜拜。对了，小赖，这台车原厂胎压打多少？这边就有一个原厂的建议胎压值的标签。有。对，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双人骑乘双人骑乘的话，前面是29 PSI， 后面是36。那如果单人骑乘，建议在29跟后面33。那你看这个标签上面还有包括这个链条的松紧度的建议值它的建议值是30 mm。那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有2个箭头，那我可以说一下这箭头是什么意思就是以链条自然垂摆的一个状态往上提只要用1根手指头往上提，自然垂摆的这个高度呢往上提之后的这个间距那原厂建议就是30 mm， 也就是这样子提上去那这里的距离3公分，对，3公分大概在3公分的距离。那当然链条有人喜欢紧，有人喜欢稍微松，那这跟每个人的骑乘习惯也有不同。那当然原厂建议都是大概在3公分左右。好，感谢解说。嗨，小赖，我又来了。为什么会回来呢？因为这台车有改避震器的关系，让它的座高降低了2.5公分。那原本的侧柱这样子，这个时候就会太长了，所以就要换短侧柱。那你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它原本的侧柱，配上它降低2.5公分的这个角度有点太立了，太正了，那就比较容易有倒车的风险。那所以我们赶快来换这支短侧柱吧。你看，光车子站立的情况之下，这个侧柱就已经有点长，真的就已经有点难转下来很多人都是降了避震之后才发现侧柱的问题，因为车子变得很挺。对，所以记得如果车子有降低的话，可以
看看有没有可以比较短的侧柱可以更换啊，不然有时候真的车子停得很正，那有时候在路边或甚至有点斜坡的时候，车子很不稳，很危险。对，很危险，会觉得好像碰一下它就快倒了。是我这几天就差一点，对，所以赶快去虾皮买这一支。对对对。各位如果有需要，其实虾皮都买得到啊，买那种专车专用的，他们一般卖家都有在卖。对，当然最好是专车专用会比较好啦，因为这个上面会有一些侧柱开关啊，它要相对应。OK， 装好了，那我们来踢一下侧柱，看一下角度如何。哦，这样这个角度看起来就正常多了。那各位如果改避震器的人呢，这个就给你们参考了。那我是觉得，一旦降低坐高呢，就一定要换侧柱了。现在在等车主来交车，这台 CB350的黑配上车主请我帮他选购这个阿斯图坦55公升铝箱，这个纱金色的，是不是超级搭？这个黑配上这个纱金，这个纱金配上这个黑，根本绝配啊！这个比例你们看。好看呐、然后这个是55公升的容量，我觉得配上这台车格刚刚好，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空间，哇，里面的内衬都是附在里面的哦，都是不用另外选购的。空间我觉得真的够用，55公升，再配上它后面这个腰靠都是整组的，哇，这个车主有眼光，选这组漂亮。这个纱金也算是目前市面上少有很独特的颜色。好，那我们就去等车主来交车啦。恭喜卢大哥，这是你的第一台重机吗？对。哇，赞！你再来要带他去哪里？能够走遍台湾，走遍台湾，开始重机追梦人生。没错。恭喜恭喜，赞啊！拜拜，小心骑啊。OK。